小女孩伤心地告诉警察，妈妈经常和哥哥不穿衣服在床上玩，却不带自己。听了这话，警察立马变了脸色，这不就是乱伦吗？而后警察找到了女孩的父亲，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说出了这件事。Which seemed to describe a sex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r wife and your son. 果然，父亲一听这话，当即就炸了。Our daughter said she'd seen them sleeping in the same bed together.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She's his mother. 显然父亲难以相信，随后就冲回家调查去了。但这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儿子是自愿的还是受害者？如果他是自愿的，那就会变成没有原告，不利于起诉。所以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警察接着就来学校找到了儿子永强，两人先自我介绍了特案组的职责，包括调查儿童虐待的案件。永强一听还以为是妹妹遭到了虐待，不料警察指的是他自己。She said you and your stepmother sleep in the same bed. Is that true? 听了这话，永强立马变得不自然了起来，不仅反称警察的思想龌龊令人恶心，而且也否认了和母亲发生过关系。说完扭头就走了。可办案多年的老警探们一眼就看出了有问题，而后就又来找了他们家的管家，从侧面开始打探了起来。谁知管家也是个守口如瓶的人，坚决什么也不说。不过这可难不倒警察，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人开口，然后就威胁要查管家的个人所得税，一旦发现偷税漏税就冻结账户。这下还真把管家唬住了，他只好老实交代几周前看过他们在一起一次。I walked into the room. She was kissing Kyle. It wasn't the way a mother kisses her son. 而就在这时，本森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竟是母亲已经得知了他们在调查，因此主动来找警察，打算澄清这件事。莉亚也是先否认了这回事，然后称女儿的说法只是小孩子编造故事而已。加上律师在一旁帮腔，而目前案件既没有原告，也没有物证，所以调查了一圈的警察只能空手而回。然而就在大家绞尽脑汁怎样才能逮捕莉亚之际，巡警突然传来了消息，莉亚和丈夫竟在幼儿园大吵了起来。原来两人因为该由谁带走女儿发生了争执。She raped my son. God knows what she did to my daughter. You disgusting. 不料莉亚当即反驳，这样你就有借口不付抚养费了。眼见两人马上就要打起来了，警察只好强制将他们分了开来。不过这也恰好给了警方理由，既然你们两人这么闹，肯定已经不适合抚养女儿了。于是警察强行将小女儿带走，交给了亲戚监护，当然也不能漏了另一个孩子。永强同时也必须带走。可当警察赶到学校，却发现永强竟提前走了，不过却意外从同学那里获取了一些信息。俩人一脸坏笑的表示，莉亚很是开放。What is she putting out for all the school buddies? Not that. She just likes having guys around. She doesn't mind, if you look at her. Yeah, it's like she's wearing clothes, but you can totally see through them. And she's always giving everybody back rubs. 而奇怪的是，永强竟对母亲的做法很是喜欢。I don't know if he's banging her, but I wouldn't be surprised. 看来莉亚果然有问题。然而就在俩人还在满世界找永强之际，派出所突然又接到了报警，永强老爸竟在家里被杀死了，死因是后脑勺遭到了重击，但他的躯干、大腿和前臂都有撞击伤，凶器很可能就是这根球棒，而他就藏在永强的床底下。接着公寓门卫也证实看到是莉亚先离开家的。15分钟后，永强也走了，但他看上去好像有点不安。可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永强竟不慌不忙回来了。但当听说父亲遇害后，却显得很平静，而他第一关心的人居然是母亲莉亚，这更加大了警察的疑心，于是直接将永强带回了派出所。首先他的黑眼圈就可疑，不过永强解释是在体育课上摔的，警察当然不信，这怎么看都像是和父亲斗殴造成的。可永强坚决否认杀了父亲，同时也保证莉亚也不是凶手。至于原因他就不说了。而就在警察想方设法撬开永强的嘴之时，大队长突然进来打断了审问，原来是母亲带着律师来了。莉亚当然也是嫌疑人，不过她自辩因为今天和丈夫发生了争吵，所以本来今晚是住酒店的，而回家是为了拿些衣服。当时永强也在家，紧接着他就和父亲吵了起来。看到这种情况，莉亚赶紧就走人了。当然她离开的时候丈夫可还是活着的，而且自称我没有理由杀他。不料警察却立即给她找了一个，丈夫死后你就可以继承遗产了。哪知莉亚早已签了婚前协议，丈夫的遗产全都留给了子女，根本没她的份。可警察却认为既然不是你，那就是永强了。谁知莉亚又不知哪来的信心，力证不是永强干的，这可把审讯室外监听的人弄懵了。明显俩人是在互相打掩护，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干的。幸好就在这时，球棒上检出了永强的指纹，凭这点就可以正式逮捕他了。很快检察官就起诉永强犯了杀人罪，要求法院批准立案，却不料在对方律师的花言巧辩下，法官最终准许永强可以保释，但不得离开居住地。谁知莉亚早已谋划好了一切，当警察再次去找他时，他和永强已经一起去了机场，明显这是要跑路了。然后警方立即开始查询起了机场的全部航班，终于找到俩人今早去了德州，不过2个小时前又飞回来了，这明显违反了保释条例。警察立即展开了抓捕，谁知正好将正在运动的俩人堵在了床上，名副其实的捉奸在床了。可不成想俩人竟显得非常镇定，并不认为做错了什么，而原因竟也十分合理。 We're married now. 这话当即把警察雷得合不拢嘴了。
真是活久见呐！律师也辩称，永强1个月前已满17岁，已经不算未成年人了。可警察怎会相信莉亚会等到合法了才跟他运动？不过法律讲究的是证据，没有的话就得相信。I never abused him. We're in love. 但警察一眼就看出来了，俩人这是利用了配偶特权，因为夫妻一方指认对方是不被法律承认的，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用供出谁是凶手了。很明显，莉亚的奸计得逞了，但检察官还是以违反保释条例为由，请求法官将永强收监，并控告他飞去德州领证结婚，破坏了调查。Which allows non-residents to obtain marriage licenses without waiting periods or blood tests. Virginia also allows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to marry with the permission of a legal guardian,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defendant was in fact marrying his legal guardian, his stepmother, Gloria Stanfield, currently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child abuse and murder. 然而律师却辩解这些都与保释无关，尽管检察官据理力争，这段婚姻企图滥用配偶特权，规避可能使被告锒铛入狱的调查，但依据程序，法官目前只能判永强违反了保释条例，依法将他关进监狱而已。至于性侵谋杀案，还得照旧调查。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件奇葩案子的消息竟不胫而走，大批媒体记者围在法院前想吃第一口瓜，而其中一个小报记者更是大胆提问：莉亚怀孕一事是否对指控她虐待儿童有影响？不料这一问又把警察震惊了一把，随即把记者强行带到了梅园的一旁，向他逼问消息的来源，谁知却遭到了记者的嘲笑。警察还不如他们得到的消息快，但记者是有节操的，坚决不供出消息来源，只是确信莉亚已经怀孕3个月了，孩子的父亲就是永强。 How do you know that? Because she brought him with her to the appointment. Use your brains, honey. Why else would she marry the kid? 虽然被嘲弄了，可三人一点也没不高兴，反而抓住了关键证据。只要孩子是永强的，那就证明莉亚和未成年人发生了关系，那就是法定强奸罪了。可永强却拒绝承认，对此警察也不能强迫他。随后他们只能又来找到了莉亚，强行对她进行了亲子鉴定，而很快结果也出来了。不料令人没想到的是，孩子并不是永强的。可还没等警察从疑惑中缓过神来，又一个意外接踵而至了。莉亚竟在这个当口被强奸了。开始他还撒谎不认识那人，但警察根本不信。在进行了一番威胁后，莉亚才哭哭啼啼承认是男朋友干的。原来她还和其他男人有段恋情，不过自称几个月前就结束了，而孩子就是她的。因为发现我和永强结婚了，所以她才发狂做出了这种事。同时承认本以为是永强杀了丈夫，我才保护她的，可现在看来应该是男朋友干的。真没想到又出现了一个嫌疑人。随后警察立马将男朋友玉田逮捕了，可玉田坚决否认强奸了莉亚，也不可能殴打她，因为他深爱着莉亚。然而警察可不信玉田的狡辩，直接告诉他这是莉亚亲口承认的，并且法医已经在莉亚体内发现了精液，只等 DNA 比对结果一出来就可以锤死她了。但意外的是，玉田很自信不会复合的，并大喊要找律师，我要揭发那个贱人。而就在这时，法医也发现了异常，从莉亚体内取出的强奸犯种子有问题，小蝌蚪的尾部是弯曲的，表示是被冷冻过的，所以这些不可能是强奸时留下的。但奇怪的是，不管冷冻与否，DNA 检测显示它们确实是玉田的，也与亲子鉴定吻合，而且里面还验出有杀精剂，肯定是安全套上的。所以综合这些情况来看，警察大胆推测莉亚在和玉田欢好后，留下了玉田的种子冷冻起来，然后这次再放入体内伪装成被强奸，诬陷玉田。既然玉田很可能是被冤枉的，警察因此又加大了对他的调查。果然发现玉田那晚曾接了一通电话，显示他的位置就在命案大楼里，而对方是从街对面的公用电话打来的。打电话的人很可能是莉亚。莉亚为什么在丈夫被杀前几分钟给男友打电话？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为了解开这个谜团，警察又来到了公用电话的商店，老板果然认识莉亚。回忆起那晚莉亚打了一通电话后，就往窗外看了几分钟，再打了一通电话后就走了。猜测他是在等从对面大楼里出来的人，但却没听清电话内容。不过这些足以让玉田老实交代了。玉田虽然洗清了强奸罪，但还背负着谋杀嫌疑。于是检察官提出了认罪协议，只要玉田能指证是莉亚谋杀，就起诉他轻罪。接着玉田就说出了整个经过。 I killed the husband, but I did it because Gloria told me to. She called me that night. She said he was crazy and that if I didn't do it right then, that he was going to kill her. She said she was afraid for her life. He used to knock her and those kids around all the time. So if he was out of the way, that we could be together. But he'd never let her go. 可莉亚倾诉丈夫会施暴，并不代表要玉田去杀了她，这样的指证没用。玉田一听就急眼了，嚷着是莉亚告诉我的房门密码，而且永强的棒球棒也是他告诉我在哪里的，完事后也是他告诉我怎么处理的，陷害永强也是他的主意。然而检察官却清晰地表明，这些不足以指证莉亚有罪，必须还要更准确的证据。可是莉亚这么精明的人，怎会让玉田抓住把柄？他再也提供不了有用的东西了。其实检察官也很失望，整个警方都想给莉亚定罪，然而至今也没有找到让他翻不了身的证据。不过公用电话通话记录显示，另一通电话莉亚是打给了永强，而且永强现在明显以为是莉亚杀的人，为了保护他才去坐牢的。所以如果能让永强幡然醒悟，也许他可以指证莉亚。因此检察官立即决定撤销对永强的起诉。随后怀着策反的目的，警方来见了永强，开门见山说出是你母亲的男朋友杀了你爹。果然永强根本不信。
You've been sitting in prison for one reason. Your stepmother set you up for murder. 玉田仍是摇头，他相信自己的妻子莉亚，于是警方不得不抛出了杀手锏，直言她怀了别人的孩子，这可是永强万万没想到的。接着警察拿出了亲子鉴定报告，永强急忙仔细瞅了起来，但仍是自欺欺人，不愿相信。可在得到了律师肯定的表示后，玉田感觉一下子天塌了。She had her boyfriend kill your father, and he did it because Gloria told him that they would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She said the same thing to you, didn't she? But you couldn't kill him, and so she got someone else to do it. She wanted to get married to me. It was her idea. So you wouldn't testify against her. 毫无疑问，这就是真相。接着警方又问起当晚那通电话的内容。She told me to leave. She was gonna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And then after that night, we'd be together. She told me she loved me. 这证实了是莉亚决定出手。在说服了永强后，警察急忙在医院门口堵住了莉亚。原来她竟然想堕胎，连腹中的胎儿利用完后也要除掉。警察当然不会让她得逞，于是直接将永强带了过来对质。哪知见是永强，莉亚立马变了态度，还想欺骗他拿掉孩子是为了销毁17岁前发生性关系的证据。可永强已经知道孩子不是他的了，莉亚这才又假装求原谅。然而永强已经认清莉亚这一年来是故意勾引自己的，于是默默塞给了他一纸文书，竟然是离婚起诉书。这样莉亚就不再受配偶特权保护了，永强足以指证他犯罪了。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Kyle. No. I know exactly what I'm doing. Mom? 这一声称呼彻底断了莉亚的奢望，后半辈子她将在牢房里度过。